嘿，大家是 Aceson，今天来跟大家开场，跟这个25名的玩家打的第一场比赛。那这是也是那个排名比较前的那个玩家，那他用的英雄就是我们熟悉的，不是阿泽尔。虽然他现在在用，但他是一个主流打法玩家，对，就是什么主流英雄都会用的一个玩家。OK， 那影片开始前也是那句。喜欢的话，先订阅一下，谢谢。OK， 那我们离这个素材结束就还剩下加上这部的话，还剩下3部。对，那3部之后就是也是跟昨天所说一样又来到我们的 Saga 怀旧夜。对，那我希望是有观众会期待那话不多说，都来到比赛里面。那说那么多话，已经来到那个技能阶段。那既然打这个主流玩家的话，他是用魔弹抓我空中嘛，然后就用圣兽那些作为那个主要英雄，然后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是斗神机场那通常斗神机场的话会很多一些主流玩家都会拿出这个太乙真人。应该怎么说？太乙真人是所有主流玩家都会用来打人去掉落去的一只英雄，所以它也是有用的。对，那我们就尝试一下，现在用那个盔甲抓过去 ，OK。那我们打主流玩家的话，主要就是，哎呀，可惜这边失手了，可惜不然的话，刚才抓到的话就可以直接消气了。那这边我失手了，那打那个主流玩家失手的下场就是像我现在一样。对，那刚才所说打主流玩家就是要主要就不停的抓他失误，因为通常那些主流玩家他们的打法都差不多。那我们差不多的话，就是我们打其他人也会拿到那个一样的战斗经验那所以的话，我们就可以不停的很容易累积打那些主流玩家的战斗经验。那我们就尽量利用这些经验来抓他的失误。例如说，这个是第一个失误我们就可以抓他那个用魔弹的失误。那现在的话，我可以选择继续 spawn cam 或者不 spawn cam， 在旁边跑来跑去。那我这边选择了 spawn cam因为我觉得如果 spawn cam 成功的话，OK， 这边成功。如果 spawn cam 成功的话，它所带来的那个收益会比那个失败的来的大。那很明显刚才我就失败了，就是那个抓 spawn cam 失误，那就会被他打下去。对，那这边的话说那么多话，又来到技能阶段了。那现在的话，我们抓主流玩家，主要就是要逼他把所有的技能先开出来。对，这边抓到，直接开技能。没有。这边可以开了，应该。可以，这边他先用了一招。那我还没开技能没想到我那么忍得手。OK， 抓他这只，小心直接不会让他掉在地下。我们，这边，也可以。那我打这个斗神机场很喜欢用一个重力衣服。那个原因是因为如果大家有跟我超雄打过的话，其实我的超雄打人下去那个能力，这边不错。抓到，打人下去那个能力也是挺高的，就是我很容易就可以把人打下去。那我打那个斗神机场就很喜欢用那个重力衣服来增加那个掉落伤害。那这边说到那个掉落伤害，就之前好像也有那个玩家，就是有观众问我，就为什么我的天赋要用这个追击天赋，就是那个 sniper 的那个 talent， 对，为什么要用这个追击的天赋，而不用这个掉落的那个天赋？那这边的话，我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那就是因为我比较喜欢那个追击天赋所给我的那个视野增加功能。对，因为视野增加功能就意味着你可以更快、更容易的接收到这个地图里面所有信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对手在你的视野范围之外，而如果我是有那个追击天赋，我就可以直接看到他，而他做的每一步的那个选择，每一步的那个攻击那个公式，我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或者可以提前做出那个反应对，所以我是觉得有一点就是，这个游戏应该把这个电影模式删除掉。对，
为电影模式是有人会用来取代这个那个追击天赋的，因为它也有那个类似追击天赋那个扩大视野的效果。如果你有看到有些玩家他拍片的时候有把这个电影模式打开过，然后他会直接获得那个类似的效果，而且他天赋也放了其他天赋，那就等于他有2个天赋啊。那老实说是有点不公平，要我说的话，但我觉得官方应该不会改了，因为这样的话应该对他们来说是挺麻烦。那我们就默默的接受这一点吧。对，那个就是我为什么要用那个追击天赋的原因，而不是用那个掉落天赋。我这边撞过去，因为其实他跑那么远，然后这边的话，可惜。其实这边的话用那个法老披风是挺冒险的，其实应该用其他可以把它定住的披风，或者例如我的话是那个骑兵披风，就是那个有个冰魔法阵出来的那个披风。如果其他人的话可能会选择这个乌鸦披风，但我没有，所以的话就选择你自己的可以把人从地下拉起来的那个披风。对 ，OK， 来到第4回合。那打足的玩家就是尽量抓他失误的点啊，就是尽量抓他破绽，对，不然的话你是打不赢的。那我的话，我抓到破绽就是魔弹，是其中一个破绽。那第2个破绽就是他这些换，哎呀，这边我失误了。第2个破绽就是他这种啊，换了英雄的没有术士1的那个过渡期啊。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破绽可以抓。那这边的话，直接踢下去，然后给他重力1，如果可以的话。OK， 这边没给。那这边应该等一下准备撞过去啊。哎呦，这边不错，他接的不错。如果他没有成功接到我的话，我直接在地下就给他个重力。哎呦，这个帅，真的，这个真的挺帅。我直接用这个我的那个披风，它有0点几秒的无敌时间啊，我直接用那个0点几秒的无敌时间挡下了他魔弹的 SD。超帅！那这边的话来到第5回合 ，OK， 这边的话就是一个彼此抓错误的比赛啊。这边的话，他用了 Demon Law 的话，我们就像之前所说啊，不要进去那个魔法阵，因为他那个触发就是他怎么上我们 debuff 的。是怎么上我们debuff，就是怎么有个火焰效果在我们身上。那其中一点就是他普通攻击我们，对。那第2个手法就是他召唤那个魔法阵嘛，就是个火焰阵。然后如果你在里面，就是你跑进去了，然后你在里面走出来，那你就会给他上了一层魔法阵的那个debuff，就是火焰debuff啊。就是如果你走进去那个魔法阵，然后再跑出来那一下，它就会上那个debuff在你身上。那我前几天那个影片不是有说过怎么打 Demon Law 吗？那下面有个观众留言说，原来啊，防御跟这个不动，那就可以加快那个 debuff 消失的时间。这个我没有实际测试过。那他这么说的话，我们就可以以后试一下是不是真的。那我现在我觉得是挺可信的，对。那我们就可以先把这个记下来，对。这边。他开了 SC， 那我们其实这边的话，我们可以先留一下装备，因为他的血量已经归零了。那这边的话，再抓他一次，他就死了。抓到，那他没有反抓，死了。他有反抓，我可以抓到。他开骑兵披风 ，OK， 他死了。哎呦，那救了这点小谢谢。